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今天我用1斤面粉和7凉水来分享一个东北小油饼的做法。出锅外酥里软，柔软又多层，吃起来咸香味美，用来当早餐非常的不错。我们一次多做一些，1个星期的早餐就解决了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和面，大碗中倒500克面粉，也就是1斤的面粉。面粉我们用普通面粉就可以，再加2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再把面粉一分为二，一半用135毫升的开水来烫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倒水，面粉用开水来烫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饼会更加的柔软。一半和好后再来和另外一半，另外一半用135毫升的冷水来和面，也是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倒水。另外一半和好后再把2种面搅拌到一起，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我们做小油饼呢，面我们要和得软一些，俗话说硬面馒头软面饼，想要做出来的饼柔软好吃，那和面一定要和得软一些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盖上盖子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现在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130克左右。我这里一共分了6个面剂，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，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面团。全部揉好后，盖上保鲜膜醒面半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油酥，小碗中倒30克普通面粉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适量的花椒粉。如果喜欢吃原味的，就不用加花椒粉了，当然也可以换成5香粉或者是13香。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淋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用热油把面粉烫一下，继续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最后搅拌成没有干粉颗粒的油酥。这个油酥我们要调的稀一些，最后调成这样稀一点的油酥就可以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醒得差不多了，打开保鲜膜，取一个面团放到案板上，案板提前撒一些干面粉，防止粘连。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圆饼。醒好的面是很容易擀开的，轻轻的就擀薄擀大了，尽量擀得薄一些，厚度约 0.3厘米左右。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大圆面饼就可以了。再放上刚调好的油酥，用勺子舀2勺均匀的淋在面饼上，再用刷子刷均匀，面饼表面都给它刷上一层油酥，边缘1厘米的地方就不要放油酥了。油酥不需要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1层就可以。最后像这样就可以，再在面饼半径的位置用刀给它切上一刀，切个半径就差不多了。然后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在卷的时候呢，尖尖的这一头用手帮一下。
收尾处这里如果面皮不够长的话，给它轻轻的就能拉长。拉长后再把封口处给它捏紧实了，防止油酥漏出来。边缘处也要给它捏紧实。全部捏好后，再拿起面团，左右手往反方向拧2圈，尖尖的一头朝上。拧好后，再用手给它压扁，压成一个小饼的生胚。压好后，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种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再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，取一个生胚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圆饼。面板上可以提前撒一些干面粉，防止粘连。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就擀成这样厚度的大圆饼就可以了。剩下的生胚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擀成这样厚度的大圆饼。全部擀好后，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油不要放太多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薄薄的刷上一层食用油就可以。油热后，把做好的面饼放入锅中，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内部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会更加的柔软。就这样开盖，先给它烙1分钟，把一面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，面饼就慢慢鼓起气泡，然后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把另外一面也烙至金黄，先给它烙30秒。因为现在锅烧热了，温度比较高，烙的时间不用太久，每隔30秒给它翻一下面，直到把饼烙至2面金黄，饼微微鼓起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烙熟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东北小油饼就做好了，表面烙至微黄，看着金黄诱人，吃着一股焦香味，香极了。里面的层次丰富，层层薄如纸，淡淡的咸味，越嚼越香，吃着非常有味道。我大部分时间拿着它来直接啃，或者是配粥喝。刚出锅的时候，表皮非常的酥脆，里面柔软劲道又多层，吃着很香。如果想吃软一点的，就给它放一会儿，放凉就回软了，吃起来柔软咸香。而且这样做的小饼放上3天也不会变硬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把它放保鲜袋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个月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把它取出来烙熟就可以吃了。这样做的小饼用来当早餐、当主食都非常的不错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我分享的东北小油饼的做法，大家喜欢吗？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关注我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